迎收看关键时刻。为什么川普处处都要针对苹果，处处都要针对库克？你看到了，在印度的供应链讲说，他不准在印度设供应链，而且你必须回到我美国来制造，否则我就课你25%的关税。在这两刀之下，或许川普早就把库克在心里面想成他是背叛美国的一个叛徒。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看到这本书叫做《Apple in China》，苹果在中国俘虏世界最伟大的公司，它里面揭露了一些不能说的秘密。这本书是《金融时报》的记者写出来的，他在里面写说，因为苹果进到中国，因为库克进到中国，他们带了这个供应链之后，不单单只是在手机上面，包括手机、无人机，甚至到所谓的电动车，通通都受惠了。他们帮他打造一个完整的生态链。而到底库克跟苹果在中国做了什么？他们已经把他的生态系光是1年的金额投资了550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我举一个例子，当初拜登的晶片法案是4年投资给其他的国家，这个补贴只有530亿美元。我们都知道，2战的时候有个马歇尔计划，美国是投资了这16个国家赚得盆满钵满，这个金额还不到库克投资中国的1/2的价钱，就知道库克对于中国投资了多少心力是在上面。而投资心力之外，他帮他打造了完整的供应链，打造了完整的一个生态系。这一点难道就是让川普让美国人气得牙痒痒吗？志聪，所以现在为什么说川普对库克对苹果这么样的严苛？正如同我刚刚开场所说的吗？现在他认为库克根本就是背叛美国人了。对，没错。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这个川普不是说吗？如果你库克呢不在美国继续生产的话，我要对你的 iPhone 要课高关税嘛。大家想说，你最近好像对上的这个库克，包括说他在中东的时候，他也这个调侃库克，库克没有来，黄仁勋有来，他似乎把库克列为是未来可能要追杀的一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企业家。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在他心里面来说，或许他觉得说，库克啊，你啊骗我，你说到美国投资，你到底有没有来美国投资？你根本是骗我，你糊弄我。再来是什么？中国今天呢，工业会崛起，它目前为止的电子产业、AI 产业啦，包括电动车产业啦、手机产业啦、晶片产业能够扶持起来，你苹果恐怕呢留了很多技术，帮他们训练非常多人，你恐怕呢才是美国最大的叛国贼啊！所以他现在决定要把这个苹果驯服起来。那你想说我们讲的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刚才赵总不是介绍这本书吗 ？Apple in China: The Capture of World's Greatest Company， 就是说这个苹果在中国，然后这个它被中国这个俘虏了它。好，你看一只龙咬了苹果，对不对？好，那这个作者叫 Patrick Mackey， 他有一张图我觉得更好玩。你看他的图这样，习近平咬苹果。那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吗？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占尽苹果的这个便宜嘛，好，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所谓川普要对这个苹果要痛下杀手，因为他觉得苹果公司你把很多技术外流到中国，而且你根本就是糊弄我，所以他决定对他展开一个追杀的动作。而且为什么会这样讲？原因是因为你光从钱的流向就看得出来。我刚刚特别提到，对，他投资的给中国的钱，对，竟然可以这么高。这是马歇尔计划的2倍，甚至还比拜登补助其他国家4年的金额还要来得高。好，我们先跟他讲，这个作者 McGee 他就说嘛，他采访了200个人，然后看了内部的文件，发现到说，2015年苹果每年在中国的投资高达550亿美金1年哦。好，那这个1年来说的话，你看比晶片法案这个拜登要530亿嘛，还要多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美国在2战后的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来说的话，大概是200多亿美金嘛，多出2倍，多2倍。他就说什么？这苹果的年度投资是拜登政府一代人只能遇到1次的计划，所以呢，事实上这就是他们这个所谓作者一直质疑苹果的这个地方。而且非常吓人是什么？人家这个一代人只能遇到1次的计划，对，4年哦，是，它是每年哦，每年就是550亿美元，直接给你中国投资你中国了。对，那这个 McKee 说什么？他说不是采购商品而已哦，他说直接给投资在机器设备，还有人员的训练，还有这个工厂的升级，光是机器设备的这个年投资最高份额来到140亿美金，折合新台币是4190亿左右嘛。好，他就说他不是说是马歇尔计划的2倍吗？好，这马歇尔计划是针对16个国家，那苹果是针对一个中国，所以他就说你看对中国扶植力量到底有多大？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如果你有去采访过苹果的供应链，你就会发现到一点。
赵你知道我们当初呢去这个我们国内有一个机械这个所谓机壳大厂，对，机壳大厂来说了，他就说它里面的机台不是属于他们，有一半是他们买的，但是很大部分是苹果公司的。哦，而且苹果公司会怎么样？他会去调整，他会跟你说，我们现在这个所谓机台里面来说的话，我们要怎么去改善我们的工程，改善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产品，这个机台这些都是隶属在苹果公司里面，然后他给你技术，譬如说我们以前的面板，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做那个触控面板，对，那个技术我们国内当然有技术，但是怎么把它调到最好，是苹果公司给你的。你说他会手把手的对，教你，他教你，他不只是教你，他还教你说你要怎么优化，然后怎么弄库存，他还会培训你，然后把你的这个设备什么都给你升级起来。所以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好，最后跟你讲，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讲嘛，550亿是每一年的投资嘛，对，投资在中国员工。好，那我们就讲中国有一个最大的这个职业训练学校叫什么？就是苹果公司。为什么？他就训练，你看从2008年到现在为止哦，他训练那种合格的工人，训练了2800万名的中国工人。苹果训练中心训练了2800万名的中国工人。好，那我就讲这个到底多重要？大家知道，如果你有去看过苹果的生产链，你就知道说，苹果的工人呢，事实上他们战战兢兢，他们那种所谓是螺丝啊，什么都很小。那苹果里面来说话有2万个零件。2万零件有很多是能够自动化，但是没办法自动化，你必须要手工。手工那些人都每天在那边做，每天在那边做。这个你用受训了多久？从2008年受训到多少？2800万名工人，然后说比一个加州的人口还要更多。所以你光是这2800万名的工人，就为中国的制造业奠立起多大的一个这个基础？他说不只是只有低阶劳工，低阶劳工那 OK 嘛，还有很多博士学位，很专业，而且很多研发中心就干脆就是在整个中国嘛。我就讲一个，譬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你手上戴的那个 Apple Watch， 对 ，Apple Watch 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这也是中国的。当然了，这个是立训，他们是手把手教立训，你怎么去封装，怎么去做，所以等于说，你看手机啊，都被它训练起来嘛。好，那手机训练起来之后，你可以做什么？无人机你也可以做嘛，对不对？那电动车你也可以做嘛，那可不可以做军武？可以做嘛。所以等于是这样，譬如我讲个电动车，你知道电动车现在全世界做最类似的，比亚迪对不对？对。你知道他起家他做什么？他做电池，他后来当苹果的供应链。他还曾经帮苹果组装过他的这个 iPad， 组装过他的，组装到最后自己弄出一台电动车。他这个就等于是你来帮我训练嘛。我训练来说，因为电动车也是一个电子产品的概念，对，所以就是这样啊。它很多东西都要，你知道我讲个很简单的啦，你可以把苹果想象成是就是中国的少林寺，它养出了多少人？每一个零组件，然后供应链那些养出来都，你看很多都是从立讯怎么出来的。这个少林寺是包吃又包住还包学，我们刚刚讲哦，550亿美元每年哦，是1.64兆台币。给他这么多钱之外，我还教你功夫哎。对啊，你看他说什么？苹果是这个制造业的 Uber 啊，他们不拥有工厂，但是对员工内部的这个设备有近乎疯狂的控制权嘛，对。然后这边被训练的员工还有这个厂商来说，变成是 OPPO、vivo、华为、小米等等品牌崛起的基础嘛。就你有供应链，你有厂商在地的厂商的时候，他们就会崛起嘛。那这个未来还可以用在我们就讲无人机、电动车还有这个军武，所以等于是你苹果帮中国打造什么？共产党的军工复合体就这样嘛，所以为什么这个川普会非常生气？气得要死！就是你啊！原来现在想那么久，才是原来才知道说啊，利息叛国贼。好，然后这个作者还说，他说人们以为是 iPhone 干掉了 Nokia， 他说其实不是。真正击败了这个 Nokia 是中国品牌。你看，中国品牌目前为止占比已经来到55%，苹果的占比一直在20%左右，对不对？因为苹果训练的供应链，然后让他们自己知道怎么造这个高端品牌，然后就自己做品牌嘛。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苹果在那边这个播种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做这样一个状况嘛，哈。那他就说，他还去这个拜访了一个苹果的公司的工程师，拜访他们南方制造中心的这个供应商的时候，他说这家公司这个工厂非常简陋，没有电梯，这个电梯也做得很不规则，令人家不安的一个状况。但是呢，苹果它教会了供应链如何完善多点的触控玻璃啊，如何制造 iPhone 上面上千个零组件啊，然后苹果的供应链会把他们所知道的提供给华为、小米、OPPO、vivo 等等的公司嘛，所以等于是你看。苹果为了养肥自己的供应链，对，它养大，手把手的教你之后，然后这些供应链呢，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就是这样嘛，共产主义你这个技术要给国家，就交给其他国家的人，那国家人又来回馈到这些，所以说到底啊，是苹果你自己养大你的竞争对手嘛，华为那些都是被你养大的一个状况嘛，好，那你知道原本的这个库克。
他倒未必要投资那么多中国的东西。可是你知道这关键在什么地方吗？关键在中国2013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搞了一件事。他就说呢，我们知道中国有所谓的消费日，3月15号叫消费者日。消费者日是做什么？就是让你用来批评这个产品很烂啊，然后这样，然后用央视播然后这样批评。习近平一上台36个小时之内，第一把刀就朝向了库克砍下去，对，朝苹果砍下去。原本苹果跟库克什么？我是甲方呢，我教你们呢，是就在那一刻大反转，你被俘虏了。对，没错。那这样。这个央视就说美国可以整机换机，为什么我们只能够维修嘛？然后那一个晚上的话，苹果应该尊重中国的市场，有人要抵制 iPhone 或发起这个苹果门的讨论。后来没多久之后，你知道他又做了什么事？苹果就成立一个叫做中国公共事务团队，然后就开始就跟这个习近平妥协，说好，我们未来会投资更多在中国啊，没有问题啊，我们会投资更多，我们会改善中国的环境啊，甚至我们最近不是一段时间吗？而且这个8人帮，苹果第一批驻中国的高级主管是就这样跪下去了吗？对啊，而且呢，最近不是。现在苹果不是为了这个中国市场，它不是还配合审查，对，一大堆配合中国的需要，你要下架什么软体，我帮你下架 App， 所以人家说，人家就说你这么贵了嘛，对不对？为了中国市场，你就是贵了嘛。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啊，我为什么说这个川普也会非常生气？你不只是训练了中国的军工团体、军工复合体之外，你还糊弄我啊！为什么糊弄我？我讲几个例子。川普跟这个库克，他们其实2个是有一些私交的，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他还没当总统之前，他们2个是有私交的。就这样，后来他担任总统之后，他当时有一个法案，他说呢，你在海外赚的钱回到美国来投资。那苹果库克当时有2500亿的现金哦，这么多2500亿美金呢要回流美国。你知道当时的时候，库克有去拜访川普，川普跟他说没有问题，我给你豁免。你就一次性的回来就好。你看他对库克是这个样子哦，对他非常好哦。对，好，那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库克呢就钱汇回来，他也没有给苹果任何，他一直跟这个库克说，你给我回来投资，给我回来投资哦，你最好给我回来投资。就后来库克有做一件事啊，他就说什么，他就把这个 Mac Pro 把它弄回来这样一个状况嘛。所以呢，当时的时候川普有去这个看了之后觉得蛮开心，说：“哎呦，你这个真的有这个工厂，所以他真的是有回来了嘛？”对，没错，真的是工厂嘛。就这个 Mac Pro 这个比较高价嘛，那做，结果没想到后来呢，因为这个工厂这个效率不彰，然后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产品遇到所谓的这个组装有困难的这个状况之后，赵尔就你怎么办？你知道吗？他们就把这个中国的工人请到这个德州厂来继续来做一个状况，所以搞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吗？这个生产的真的是非常差，就是整个成本到目前为止来说都不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个工厂，而且就是好像一个示范生产线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川普对这个件事情一直非常生气。川普当时可是亲自到达那里，对，然后呢都在镜头上面吹的跟什么一样，最后你库克诓我啊，对，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会生气？我当初给你2500亿的这个回来就是希望你在美国投资，你已经骗我一次的，好，就没想后来呢，还有2019年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华为超越苹果变成世界第一的时候呢，就像 Tim Cook 就说很紧张，他说他把它称为说5星级的五级的火警，因为某个副总裁说这是灾难，然后 Tim Cook 就说这是灾难，我们要全员动起来，但是对外说是一切正常。因为华为变成世界第一，就后来你看川普还帮他，川普不是开始打压华为吗？打压华为之后，就后来这个华为的市占率大跌嘛，一口气损失300亿美金嘛，然后苹果的市占率又从9%升到17%，大获全胜嘛，所以呢，这个川普会觉得说，我心里很难受我得改你2500亿回来，你回来投资一个生产线，再来2019年我就开始动这个华为，让你这个市占率大升啊。那照理说你要回来投资，就照我跟你讲，2020年的2021年他不是去职了吗？去职后库克有说什么吗？都没说什么。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库克马上就说，来，我要投资5000亿？我想他又是来跟川普诓，川普就觉得川普有这么笨吗？川普，所以为什么川普会对他生气？所以你是真的会投资5000亿？你上次已经跟我讲过你要投资 Mac Pro， 你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嘛。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好，那库克本人告诉中国媒体说，我们苹果在中国创造了500万个工作机会。好，那500万个工作机会来说，他一年投资多少？我们刚才不是讲550亿吗？他创造了500万个工作机会。好，那这一次呢？你看。
苹果不是说我要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金吗？对，结果没想到他说什么？他说创造几个工作机会，2万个。所以他说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其实呢，这个是你怎样，你可能就是用什么买设备啦、买机台啦，但是你能创造工作机会只有2万个。他说你并没有创造真正的制造业还有产业链。你只是对美国投资而已嘛，所以这个作者就说，你看他这次又在诓你的这个川普总统啊，所以讲他这个写出来的话，川普当然会很生气嘛，所以川普就当然为什么会开始追杀库克？我觉得他这一次一定是铁了心要库克，你把供应链给我拉回来，不然的话我真的会对你还有完全让你断了跟中国的连接。但是问题是库克会不会这样做？库克未必会这样做，因为现在有媒体就说，哎呀，库克宁愿缴了25%的关税，反正我回来我一年搞不好投资好几百亿。对我来讲更不划算，对，所以变成是谁？现在变成是谁啊？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公司，曾经是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跟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2个杠上了。现在2个杠上之后，最后后果会怎么样？我们当然不知道。不过这时候呢，有人在卡关专跨背修谈，很开心。谁？习近平。因为什么啊？显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供应链，都在我的手上，我管你的。所以现在怎样？我们之前不是有推制造业2025吗？对，当时不是被美国盯上，说你敢再喊这个技术看看？就没想到现在我们不是说吗？他们15计划要出来了吗？15计划听说他们怎样？他们又准备要这个着重在中国制造，还来啊？对，只是这次不会讲出来，反正我们就自己开始做就对了。然后这次会什么？这次会开始倾向说半导体啦、机器人那些都要完全杠上去了。然后你这个美国都一直跟他说，你要这个让消费者在这个中国的比重能够提升，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嘛。但是中国根本不甩你这一套，我们继续制造业，继续把它输出到全世界，让中国全世界都很惨。所以看起来他们15计划还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来说上，习近平根本不鸟这个目前为止川普的任何作为。那另外一个库克目前为止来说也是遇到一个麻烦，什么麻烦呢？我们知道这一位是谁？这位是之前苹果的总设计师叫艾弗。艾弗原本人家认为说他有可能也会接班这个贾伯斯嘛，因为他跟贾伯斯是这个 idea 都是由他来设计，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苹果过去产品非常好。就怕他离职来说，人家就说，果然他离职，你看最近苹果设计的产品都很烂，就有人就说是这样的原因。就没想到这个艾弗呢，最近呢跟一个人联手，这是谁 ？OpenAI 的老板艾特曼。他们2个联手啊，然后他们现在说什么？我们准备要联手啊，打造一个未来的新产品。那这未来新产品来说 ，for 你看这是他们 ChatGPT 的 Mark 嘛？对，这未来新产品呢，可能就是未来 for AI 所使用。那 for AI 使用来说啊，这个可能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里程碑嘛。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手机呢会变成世界的主流，是因为从4G、5G 开始，大家都要用这个。搞不好未来 OpenAI 的产品会变成这个主流啊，所以这个搞不好会颠覆所有苹果的未来的产品。库克现在完完全全内外交迫，外面看到了川普现在步步进逼，是啊，内部我自己人跑了之后是敌手的东西发展比我还快，对，所以我才说今年或许是库克遇到他经营苹果公司以来最大的危机。因为为什么？你已经连续诓了川普2次了，川普对你已经是很生气了哈。再来就是你又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你的重要人士艾弗又跟奥特曼结盟，准备要 K 你这个苹果。虽然说今年苹果公司的发展我们值得看下去。国正，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提川普他会这么生气？为什么要杀向苹果、杀向库克？我们再说一次哦。这个金额每年2015年苹果每年在中国投资550亿美元，相当于多少？台币1.64兆，这多么高的一个数字！第二数再给大家看，这是最高年份时候达到140亿美元，是4190亿台币。这个是机器设备的投资，这代表什么？包括我给你钱，我给你技术，你出人，你帮我把供应链给弄好。没想到竟然助长了中国，而助长中国最大的是什么？你一定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大疆无人机。这个大疆无人机就是苹果供应链带来的吗？对，所以苹果供应链带给中国的不只是强大的制造力，它在军武上的用途其实超乎你的想象，已经变成西方不可逆的结果。我来讲一家公司，现在我们看俄乌战争，我们都知道无人机在战场上非常厉害，甚至有一天可能无人机海会来攻击台海。对，那为什么大疆无人机会这么厉害？大疆无人机其实日经曾经把它拆开过，发现其实它一整个机器设备用的其实有80%都是手机相关的零组件，而且相当的便宜，它都是高阶手机上面的 GPS 定位系统或者是电池等等。那你再把它拆开的时候，你发现
一个大疆的无人机竟然里面用了，其实讲穿了，除了多旋翼之外，其他的都是苹果供应链相关的产品，包括它的储存设置可能用的是三星或海力士，或者是用美光的产品。接下来摄像头有时候用三星的，现在中国大陆也可以用了，就镜头嘛，我们手机的镜头、通讯相关设备、5G 的晶片或通讯器，其实这个中国大陆现在都会做了，但是都是苹果供应链。再来电源供应器的 IC 是德州仪器的，在 GPS 用的是优北罗，甚至我们那个台湾的也有在做相关的 GPS。那你把它拆开的时候，你就发现大疆其实就是空拍机的 iPhone， 它用的就是你说的500万个功能，用的就是这样机密工业。然后所以，但是你用到这一块的时候，对，它既然可以领先美国无人机的技术跟可靠性，已经落后中国3到5年。我当时只是帮苹果做代工、做供应链，然后现在我把它应用在无人机上面，我还超越你美国3到5年的无人机技术。因为 iPhone 的制作技术确实是当时全世界最厉害的，可以把每个东西都缩到这么小，其实全世界都没有想过。对，那中国大陆大疆就提早把它缩到一个无人机里面，甚至刚才讲的，苹果在中国训练的不只是手非常精巧的功能，其实它也培养一大堆懂得供应链管理、做精密设备制造的一些科技人才。你以为大疆是中国人创立的吗？其实是中国人创立的，但是里面核心的干部就是苹果供应链创造出来的台湾人，所以没有台湾人哪有大疆今天啊？这是马英九去年第一次去中国采访的时候，去大疆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人跑出来的，叫做罗振华，这个名字还写错了，报纸还写错名字的，那是第一次大家看到大疆的总裁是个台湾人。那台湾人当然他真实的名字是罗振华，你把他找到大疆的这个镇。台大毕业的，去美国留学，台大工学博士，在哪里待过？苹果、富士康跟西门子电信。所以中国是把苹果完全吃干抹净诶，从机器到人，通通都要。所以苹果替他训练了非常厉害的人才，这个人才是我们台大造出来，到美国念大学，但他待过什么地方？苹果跟富士康跟西门子。那他最后一站应该是落脚在富士康，不然就不会在深圳。那2015年加入大疆的时候，就是大疆刚开始起飞的时候，他管的是什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负责采购、生产跟物流，所以大疆相关的制造就是他在台商圈非常的有名，非常的低调。他现在很担心，一回到台湾可能就会被抓走问话，因为他非常了解中国大陆无人机产业发展到哪里。那你就可以想象，苹果投资这么多年，其实为中国大陆创造了不只是手机的制造这个产值，而是创造一个非常强的供应链。无人机跟机器人是这样做出来的，再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像罗振华这样已经做到大疆的总裁。如果没有马英九去参访的话，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到卢山真面目，因为他非常的低调。对，那我再来继续讲下去。那为什么可以做出无人机这么厉害的产品？其实智慧型手机开始发展，苹果开始发展的时候，他把微机电系统整入了陀螺仪，整入了微机电系统。以前这个陀螺仪就是那个 M1 坦克，你不准坦克怎么开，那个炮口永远对一个方向，就是因为它装了陀螺仪这个水平的装置。那我们的手机 iPhone 手机当初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把陀螺仪变得非常的小，就装在里面，所以本来用在 F-35战机或者是 M1 坦克车里面的陀螺仪就变得这么小，在手机里面，所以它就用了这个东西，让它变成是个多旋翼无人机里面很重要平衡，再加上一些加速感测器这些，让一个无人机其实就是会飞的 iPhone。所以这个陀螺仪是之前不管是坦克跟 F-35专用的，然后呢，苹果把它导入到这里面，那又这么凑巧，因为找中国做代工、做供应链，中国就把这个技术给吸收了，吸收完之后，就用在这个无人机上面了。而且中国是把它吸收之后，越做越便宜，越做越小，越来越有效率。加上苹果手机用的量非常的大，一年动辄1000万跟上亿只，所以整个供应链就蓬勃发展起来。本来是一个属于军事用途的陀螺仪，或者是相关的感测器，都被它做得很便宜。你在深圳，你可以花2000块。你就可以把所有的仪器组装出来，你可以组装一个手机，只要2000块，2000块人民币，在华强北，你可以组装出一个手机。
买的就都是全世界最高科技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当然不是最顶尖的，可是，在华强北这个煮出来，接下来1天可以做出样品，3天你就可以做出实际的产品，7天在深圳就可以帮你大量量产，就是苹果供应链厉害，137就可以做得出来。世界上最顶尖的科技，像这样的陀螺仪，或加上加速感测器，或用最好的镜头、最好的通讯设备，都可以做出来。你就可以想象苹果供应链供应有多大。所以大疆的总裁汪涛就讲，其实我就是发现一件事情，我早就在思考说要做多旋翼，那没想到苹果供应链把它做得这么便宜，加上有台湾非常优秀的厂，所以大疆就成功了。不过你不要小看这个人，这个人现在把深圳打造成无人机的基地，他现在最风靡的，他其实在香港科技大学念的是机器人的相关技术跟研究，对，所以他真正想做的是机甲大师，所以现在变得这么有钱，估值超过100亿美金之后，他要做的是机甲大师，对，机甲大师，所以他在中国就不断的办机甲大师的比赛。你不要小看他哦，这些虽然看起来像是玩具的比赛、大学生创意比赛，可是它就像我们以前看动漫跟卡通那些战斗机器人的相关功能哦。你讲，如果有一天苹果供应链能够把无人机都做了出来的话，这些机器人能够变成真的，有没有机会变成真的？当然很有可能，因为相关的技术，苹果供应链通通都有，而且深圳什么东西，我刚才说了嘛，它只要1天就可以打出样品，3天就可以变成真正的产品，7天就可以大量量产，从民生到军事工业都可以做得到。所以你说苹果供应链给中国带给了，其实是西方世界难以想象的。美国现在在无人机技术已经落后3到5年了，以后会不会像这样的机器人，它也会落后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川普现在要抢苹果供应链的地方。廷伟，现在对于川普来说，他真的是盯上库克了吗？如果真的是盯上的话，这是2个巨人之战，而且库克也太有种了吧？他真的要杠上美国政府了，杠上了所谓川普。杠上川普哦，死的是库克，你知道吗？死得更惨。对，你知道川普他在5月中不是到中东出访的时候吗？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非常感谢你呢 ，Jason 谁？就是黄仁勋啊。然后他后面讲说 Tim Cook 没有来，但是你来了。所以代表是什么意思？川普心中来讲一直在思考怎么去搞库克，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Tim Cook他基本上来讲的话非常不聪明，因为根本就不应该跟官斗，你知道吗？民不与官斗。那因为他可以同时扶持很多的其他企业起来啊，不见得一定要你 Apple 啊。当初来讲 ，Microsoft 一些后来来讲的话，也是慢慢乖乖的跟遵守一些美国的一些法规。虽然他即便这个 Bill Gates 跟这个中国的关系也不错，但是对最后来讲的话，你不要忘了美国政府手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器，这个利器其实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那就是司法工具。这个司法工具呢，搞得你包含这个诉讼来讲的话，搞你的国家，包含你这个企业来讲的话，身败名裂。你也是说，今天你得罪了美国政府，你就死定了。过去真的有人得罪，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真的啊，以前包含台湾的联电曾经也得罪美国政府，对，然后还有其实不要说真的了，其实不是只有台湾而已，欧洲的、加拿大的、美国自己本身的产业，它如果有一些企业它得罪了美国政府，它就祭出法规嘛。技术法规来告你所谓的制裁权的问题，告你所谓的什么托拉斯的问题，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基本上不要跟美国政府来这个死对头来对抗，你可以迂回战术啊，比如说像我们过往来讲，郭台铭可能欺骗了川普，其实他也等着，因为只是现在目前川普没有把眼界拉到这里来而已，对，他算是小咖，没办法说还是处理他，现在先处理库克。库克后面的一连串的相关的企业主，一个一个揪出来。过往来讲，我4年的川普1.0的时候，你对我来讲的话，造成我没办法连任，或是造成我这个亏损的，那现在来讲，一个一个把你讨回来。苹果的供应链竟然让中国的军工复合体完完全全的打造出来。现在库克被杀完之后，谁最紧张？恐怕就是马斯克。马斯克为什么紧张？我跟中国的关系也是一种非比寻常的关系，而且我现在赶快去逃离中国。为什么？中国比我想象中的太可怕了。我帮忙你，你杀我，杀了你之后，我退出来才发现什么？
哇，你们中国人互杀的好精彩啊！本来这也怪不了人嘛，因为美国呢，从我们刚才讲的 Apple 到现在讲 Tesla， 往往呢中国产业的扶持，包括从他们的手机到电动车呢，美国居功厥伟嘛。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例好了，现在 Tesla 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当时中国现在出来一大堆数以百计的电动车厂牌，结果没想到以其为首的叫做比亚迪。结果比亚迪呢，现在给你玩阴损的，什么意思？七伤拳，伤敌1000，自损1000。他把所有的车价，你有没有看到？海洋自驾车款系列5.58万人民币起，我看到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5.58万台币大概22万，对，它这么便宜，大概22万到24万8，甚至最贵呢，我们讲都是100万元有找。那你说宇轩，那有没有更高阶的？有高阶的车款一样，每个都给你降价，所以你看原本呢最贵一台24.98万呢，降到后来21.78万，但每一台涨价的幅度最多优惠大概都是5.3万人民币，也就是20万，直接给你腰斩下去。甚至呢，这些还不是什么低阶版，还有配高阶版，比如说他们最引以为豪的天神之眼，以前叫做智慧驾驶，但现在不能拥有智慧，只好叫做辅助驾驶。也一样，甚至什么变换轨道啊、排挡杆啊什么的相关的，反正你想得到的智能系统，通通都有，一样跟你讲100万元有找，而且通通限时一口价。对，那为什么它有这样的底气可以去做呢？因为中国最引以为豪的，也就是他们的电池。当时呢，许多的电池产业的世界各国都想要跟它竞争，结果没想到中国透过它的我们讲的倾销也好、量大也好，你根本没跟它比。比如说呢，你看这是中国企业的排行 ，CATL 呢，我们讲这是第一个。第2名就是我们讲的比亚迪呢，第3名才是 LG 新能源，第4名也是一样是中国的。前10名里面，它排了6个名，等于说全世界的电池基本上呢，超过50%到60%都被中国所垄断，对，甚至是呢让日本直接崩溃。原本呢打算要打造所谓的电车工厂，后来呢直接日产了。我们讲你上就说我放弃了，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跟他这样子2号下去。这就是中国的内卷策略嘛。什么叫内卷策略？我先呢用销价竞争的方式，我先用廉价的方式。把我自己国内的敌人通通都杀光之后呢，我就能活下来了。但不好意思，这个与此同时，包括日本、包括美国、包括其他的国家都深受其害。比如说，我们以 New York Times 它一个报道跟你讲 ，China's BYD outsells Tesla in Europe for first time， 什么意思？第一次，淘气盖。比亚迪在欧洲的销量足足超过特斯拉，当然它那个赢100辆没有错啦。对，但这个消息会让人家俩拱啊，因为你不是靠着品质，也不是真材实料打败我，你只是因为价格是我的1/10，我才被你打败嘛。所以他们说紧接而来，各位，最近Elon Musk是不是说我要开始专心的在我们讲的 Tesla 里面工作，甚至讲说未来5年、10年呢都会是由我来。所以他们说Elon现在变身了，变成什么？愤怒的伊隆，对，绿巨人浩克的伊隆，对他们说，你不要看伊隆那样，伊隆平常那边嘻嘻哈哈讲话的时候，跟川普鬼混的时候，那个都不认真。而伊隆当他认真的时候，他会专心致志在一件事情上，所以很显而易见的，他跟他拼了嘛，拼的是什么？你卖了7231辆，对不对？我只卖7165辆，但我不跟你计较这个，我要跟你计较的是未来。他说干嘛？未来之后呢，可以预期的是，真正厮杀的战场不是你用电。或者是你用燃油，而是自动驾驶系统。所以我要把我的自驾驶系统呢，完全提升到你根本没有办法超越的境界。因为各位啊，自驾系统这个就涉及到 AI 的层次，也就是中国呢，相对于美国来讲，现在的短板，对不对？他说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叫做战时 CEO， 战争的战，而不是呢在跟你在那边我们讲的胡闹瞎搞。但我跟你讲啊，其实伊隆也不用太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赵和啊，比亚迪啊自己啊内部已经快引爆了。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啊，在这是辽宁的比亚迪，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直接就走进展间。那在这个展间里面呢，还放了非常多的车辆，对，但是呢，偏偏都没什么我们讲的员工全跑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来这边？他就讲，对你车子卖得很便宜没有错，但我也要拿得到车啊，我28万人民币给你缴了，结果呢，3月买到现在。车没看到，人也没看到，人去楼空，甚至是不只是这样子哦。它这个是我们讲的辽宁，其实它在沈阳，甚至是在各地呢，都有出现这种直接跳楼大拍卖，然后人也根本存不在，全部都跑光这种情况。所以比亚迪它自己的现金流，坦白讲，其实已经搞不太定。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个50岁的比亚迪员工啊，他说啊，根本没有人跟我支钱啊。有一天呢，我就走着去上班，那上班都要 BB 卡嘛，我就拿着 BB 卡给他逼下去，然后突然跳出红色警戒，跟我讲说我根本不是比亚迪的员工，他就莫名其妙就被 fire 了。对，就被 fire 掉了。里面最夸张是什么？
不只是他50岁哦，是所有50岁以上的员工，我通通 fire 哎， You are not alone， 就发现你根本不孤单嘛，太扯了。反正就年纪大的呢，我通通都给你排掉 ，OK。而且更硬的是什么呢？问题是啊，比尔，你东西还是继续在盖，你不要以为他车子没在卖，员工呢全部都开掉，不对哦。他跟你讲说，河南郑州有一个工厂，他们原本是1到6期啊，一样哦，学 Tesla 说我要打造一个超级工厂，结果现在已经盖到了我们讲的第5期、第6期了，他突然发现说不对。都领不到钱啊！他只叫你做白工，然后通通都没给你钱。这时候呢，有一个个性耿直的人叫做魏建军，他是长城汽车的，说出了大实话。每次不该说的话都被他讲出来。他说现在汽车产业里面啊，也有一个恒大。OK， 大家都知道嘛，恒大碧桂园不就是盖了一堆房子，全部都爆雷了？对，他说只不过现在还没爆而已。OK， 所以未来啊，很有可能会出了一堆烂尾车。OK， 所以到时候你可能钱缴了，然后车子生不出来，或者是财务杠杆呢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是香港估空的机构他所做出来的报告，比亚迪的净债务高达3230亿 ，OK， 官方却只写277亿，差太多了，甚至是呢，它的应付账款啊，从2021年底的413亿激增到1650亿，代表说他不断的跟人家收了一堆钱，但是自己的债务一直增加，而且呢，这个是恶性的亏空。那很有可能呢，周转天数到达195.33天，对不对？那未来的这些情况都会更加严重的状况之下，他还在干嘛？跟你销价竞争，而且你看啊、这个长城汽车他就讲了，你如果说降价10万，你怎么可能确保品质呢？他说这逼的供应链的生存环境非常差，那你又拖欠这个货款，对不对？那你未来首先会倒的是谁？第一个先倒了，当然就是你的供应链。但是我们讲哦，再怎么都庞氏骗局，还是会有破产的一天。而最后，比亚迪在跟 Tesla 竞争之中，这些销价竞争最有可能让自己的人头会提前落地。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